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三小妹。最近有一个新闻特别的火，那就是马云已经不再是蚂蚁集团的实际控股人。所以说，马云这个名字也是起的格局很大，牛马的马，不带走一丝云彩的云，整合起来正好就是马云。居然会有人问，为什么马云主动选择放弃蚂蚁金服的实控权？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只能在主动选择放弃和被动选择放弃这两个中选一个的话，那自然是主动选择放弃会更好一些。聪明的商人，这一点非常值得赞赏。央行同意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把孩子养大了之后你抱走。支付宝在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垄断地位，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发生了之后要去解决。所以说蚂蚁现在干的事情叫平权无实际控制。马云说过，如果国家需要，随时可以把支付宝上交给国家。马云对蚂蚁的股权从53%点多下降到6.028%，持有一家公司30%以上的股权，天然认定为你为实际控制人。但如果说我们这个公司大部分的股东都在30以下呢，可以被认定为无实际控制人。大家说的都算，但是大家说的算意味着大家说的都不算。请老爷做主，老爷才说了算。支付宝背后有两个国资，一个是重庆国资委，一个是杭州国资委。其实呢，在视频里面已经有暗示给我们了。在2018年的时候，马云有提过，如果要是国家需要的话，他会把支付宝上交给国家。那现在2025年，他突然上交了，也就是说，他上交的本身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有一天他把这个东西上交了，那一定不是自愿的。但是呢，新闻报道写的全都是自愿上交，就直接能够让人知道一个词语它是怎么来的，叫此地无银300两。你要是说他想要退休了，退出了这个蚂蚁集团，那好像还正常一点。但是呢，他一直不停的跟你强调，所有的新闻标题写的都是自愿的，这就跟此地无银300两真的是完全是一样的。他确实在自愿上交跟被动上交里面选择了自愿上交。如果要是被动上交的话，他可能连6%都没有。以前那种土匪剧里面都会说一句话，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但是呢，马云是非常聪明的，他选择了要命没有，要钱给你，然后自己还留下6%。可见在这场博弈中，马云并不完全是输家。之前马云还有一个非常火的一句话，说996是福报。接下来呢，我们还能够见证其他的福报。兄弟们，以后找工作，有的平台会写无水，无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无水薪的意思。现在找工作单位这种，他不想发工资的，只给一个交通费，1个月300块，但是还是挺多人去的呀。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聊天记录过程是怎么样的。首先呢，他先问有什么要求，对方就有在问这个无水是不是没有饮水机，人力资源直接回答他是没有薪水的意思，就真的是非常的妙啊！怎么会有没有薪水的工作？那打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无薪试岗，顾名思义，活儿你得先干，但是薪水是没有的，期间没有任何报酬，只有在通过试岗以后才算正式入职，才有资格进入实习期，这就是变相压榨劳动力呀！无薪试岗的本质就是免费用工，零成本用人。有些单位等你试岗期一过，直接告诉你没通过考核，让你赶紧走人。这种现象沈阳可不是个例，全国都在卷，就是企业违法的成本太低了。投诉可需要证据，仲裁也需要时间，费半天劲，最后只能拿回几百块，压根儿就没想守法的企业根本就不在乎你劳动法的规定，光是劳动者自己去维权远远不够，还需要监管部门加大力度，社会更多关注等，多方得一起努力。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反正我是觉得还蛮天真的，还蛮可爱的，就是人家要是真的想管，早就管了。这种社会矛盾的积累，难道不正是一些高阶层的人群想要的吗？我说现在这公司都他妈疯了吗？惹人都惹到我头上来了。在沈阳找份工作，然后聊的都可好了。HRBP 咋说呢？你先来，这个具体的能力行不行，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是你要先来试岗，试岗7天，自备电脑，上班之后穿西装，这是试岗吗？试岗期没有薪资，白嫖劳动力。试岗期不是说打打水、打打杂。打打杂他妈也不行啊，对吧？他干什么？
有实际产出，从成本上这事儿他妈就有问题。全是活，这7天你还得干乐呵的呢，拿命干呢，努力证明我老行了，我能入职公司，我还能跟你谈心。结果呢，第7天告诉你一句不适合，你走吧。你能怎么样？看了一下评论区啊，有陆续的人都在曝光他们这种无薪试岗，测试未通过是不支付任何费用，包括误工跟路费。这真的是公司的错吗？其实我觉得这个跟环境也有关系，因为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里面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了，建立劳动关系从工作日开始算，只要有干活，其实公司就是要付你钱，哪怕只是扫地，那也是一份工作，有工作就必须要付费的。可惜了，现在都已经可以明目张胆的违法了，它这种违法是可以蔓延的，像是一种病毒在各大的企业中蔓延，真的是太夸张了。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毕业生已经有超过了千万、几千万的毕业生，只要在这个岗位不断的招实习生，这样这个岗位就可以一直有人不断的在做这些事情，而这个公司这块的成本是完全可以不考虑的。这天下居然还有此等美差。不过也是，像前面我们有提到，马云把支付宝做大了之后，就上交给国家了。那企业也不必做大，就这样小小的利滚利，只能说这个其实是已经乱套啦。我还记得台湾会提供给新住民一些就业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甚至连学费都会补贴给新住民，定期的补贴一些钱，免费提供这个学习的机会。相比之下，真的觉得台湾简直就是个天堂。江西理工大学一名学生遭留学生群体围堵殴打，被打进医院，不敢还手。那李同学在健身房正常训练，被外籍留学生无故的拔掉了插头，用中文理论反遭英语嘲讽。小李回怼一句这里是中国之后发生争执，就被对方打电话叫人围殴了。小李被打到缝针鼻梁骨裂，全程没有还手。外籍留学生跟中国学生互殴打，这个我一直都很想问这些什么外籍啊，什么到底是哪一级？比如说像台湾要遣返陆配雅雅、陆配恩琪、陆配小薇，那么他会写明这是某一个群体的谁，但是呢，到中国的报道里面反而变成了一种无差别的攻击。后来三小妹就去逛了各大的贴吧，终于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国籍，并且还搜到了一个非常私密的录音目前都没有扩散，我会把它放在片尾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说回这个外籍到底是哪一级，是中国的友国巴基斯坦，但是由于中国的新闻已经给它都封锁起来了，所以现在火烧圆明园跟列强余孽等等都直接指向了这个巴基斯坦。接下来我们看一个视频，大家笑笑就好。江西理工大学一群列强余孽围殴中国学生的事件，如果相关部门出现了爱国人士畏手畏脚的模糊处理，那不仅是教育的悲哀，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实在不行就移交给城管吧，你们要是被人家当年火烧圆明园时吓出了后遗症，就吃点6味地黄丸补一补。必须让这群蛮夷小鸡子感受扫黑除恶的天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看完之后我吓了一跳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国家战争呢，说得非常的慷慨激昂啊，不知道当他知道巴基斯坦的时候会被怎样打脸。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段私密的录音。确实是我发的这个视频。视频是你发的是吧？就是公安这边落查到你这个视频就是存在着安全风险。对，我这个视频确实存在安全风险，但是上面都是属实的。我知道是，但是目前有很多事实它是还没有调查清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当事人都已经说了，学校监控也摆在那里，也有那么多同学拍到了，你们还说调查不清楚，这视频还有更清楚的可能性吗？这个女生说到这边，她非常不理解。通常大家说的都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她把视频上架，并且她跟当事人是有取得一定的
联系的，却被要求要尽快的下架。其实呢，视频是真是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视频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校方可能需要隐瞒留学生是巴基斯坦学生的这么一件事，毕竟巴基斯坦在中国看来是一个友国，中国把巴基斯坦是叫做巴铁的，也就是说这个学生他已经触碰到了中国需要营造给大多数人的一个假象，就是我们是有很多好朋友的。想让我把视频下架是吗？对，视频你能不能先删除？反正我的态度是没有在看到你们处理结果之前，我是不会删除的。如果这个舆论不在这里的话，你们也不会采取措施。这个事情它不是存在1天2天了。同学，你是这样的，你都不在现场，你怎么可以擅自的发布呢？那你是为了博流量？我要是在现场，江西理工大学他会不会捂住我的嘴？现在我已经有特别多的那个朋友，他们说他们发不出去这个视频。他中间提到一个词叫擅自的发布，发布视频为什么会是擅自？那发布一个视频需要经过谁的同意？其他的同学是全部都被捂住嘴，不能够去谈论这件事情的，已经是到了一个禁区的地步了。任何有权利的人也没有资格去管束别人的平台要发布的是什么样的内容。现在先把我的作品私密，然后你们出了调查结果，我再正式把它下架。我跟你讲，你的视频去转，如果转了超过500什么多声，你这个是要违法的呢，知不知道？同学，你如果是不真实，转发超过500，我违法我知道，但是这个视频它是真实的。你同学你要想想这个厉害性嘞，你们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视频是虚假的，对不对？我现在只需要知道你们几天之内能出结果。就是他转发这个视频的这个后续的后果很严重，我们也控制不了，不是我。对，因为有别人在转发你这个同学你还这么年轻哈，我是跟你说，你也没有必要威胁我哈。同学不是威胁你，年轻人。校方不断的在威胁他说，你这样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这样是有产生一定的后果的，这样是违背了某一条法律的。这中间校方开始不断的告诉这个女生，你做这件事情就是错的。私密7天，如果7天之内甚至我看不到一点结果，或者是你们学校的学生跟我说没有一点结果，这视频我重新上线，而且我会加大投流。那你这种是在威胁我们呢？我并不是在威胁你们，因为现在是上架还是下架是我的权利，我是用我的权利去交换你们的权利，好吗？我只是希望你们快点给学生一个公道。老蔡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现在还不到24个小时，这个处理要不要一个过程？对啊，我是说我给你们然后你没有得到一个7天够不够？你还有没有破案7天？而且这个事情他已经很清楚了，公安局破疑案7天都已经够了。都可以先给出一个初步的结果。问题不知道事实的这个真相的前面，你先不用提醒我。我知道有什么后果。现在我跟你们说，就是7天之内一定要出结果，要不然这视频我重新上架，而且加大投流。女生呢，最终给了校方一个7天的时间，因为她觉得破疑案7天也够了。但是校方突然抓狂了，因为她觉得他被威胁了，可能其他人会看得有点雾煞煞，有点看不太明白。细细的往下剖，你就会知道这一件事情呢，校方一开始就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之所以不能给答案，是因为答案已经不能够被给出了。接着呢，沟通就开始跑偏了，变成这是一个昨晚发生的事情。但是女生一开始一直说的都是给的是7天的时间，到校方这边又开始了另外的一个说辞，也就是说他们打从一开始听到7天后给一个答案，这个条件从一开始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就不存在，因为7天后也没有准备要给答案。校方没有办法去评判谁是错的，因为这个事情呢，就像我前面揭秘的一样，这个外籍的哪一个籍是不能被公开的，在校方的口中已经变成了你的真实视频被转发超过500次，你也违法，全网都封起来，把巴基斯坦改成外籍，然后再让其他什么列强啊什么都被骂一通。这让我想到以前我看到了真实的视频，2个女生在推搡之间，其中一个女生从楼上跌落到楼下，并且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隔天辟谣的消息就来了，说的是这个女生因为她精神本身就有一些状况，所以她当时是自己落到下面去的。还有一个就是鼠头鸭脖的事件。
在江西的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也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好巧，又是江西。我们春芪县长18万年第3两个县长法律地理确认这个地方是鸭脖，这是老虎啊，看得出来吗？老虎的牙齿看得出来吗？所以也非常难以想象校方把这个视频给压下去，希望学生能够删掉。最后如果影响面不广的话，这又会变成一个怎样的鼠头鸭脖事件？也许巴基斯坦的人连国籍都会换成其他的人，整个舆论导向又会被带到某一个国家，或者是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你们怎么看呢？所以也希望广大的朋友们能够踊跃的转发。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人生路漫漫，三妹来相伴，记得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